那我们的这一套苍龙舞养生法，这苍龙舞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是象形的来形容我们的脊柱这么一个概念词啊，它就像一条龙一样。中国的龙啊，它是一个吉祥物啊，是一个吉祥物，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图腾，代表着积极向上啊，给人希望和力量的这么一种这个吉祥物。那么这个脊柱啊，它的颅骨和它的这个脊椎，还有它的这个脊神经，它就像中国的这条龙一样啊，它是一个象形的这样一个名字。那苍龙舞实际上就是一种锻炼脊柱的这样一种方法，它一共是15式啊，分站式和坐式。那这是我们初级班的课程内容。那到了中级班啊，还有卧式的内容；到了高级班啊，有静坐的内容啊。所以说，它分这么几个阶梯。那么我们这一套方法，它的理论渊源就是《黄帝内经》。那么方法是借助着这个我们的原来的智能气功的形神桩里边的指导原则，要抻筋拔骨，健美身形啊。在我学的原来的智能气功的这个方法当中，它更多的是脊柱的一个前后运动，像蹲墙的动作，还有这个叫俯身拱腰的动作，俯身拱腰的动作，它都是做的脊柱的前后的一个运动。那么左右运动呢，因为当时在我们的方法当中是没有的，这个左右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方法，是我在松开脊柱的时候，有意无意中，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一种运动方法。那是在听我们的庞明先生讲课的过程当中，看录像，看老师的录像的时候，这个有意无意的就开始做这个坐式转腰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和龙有关系的名字，叫玉龙搅海。就是坐式的这么转腰的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解决了这个每节椎体左右转动的这么一个目的。我的老师庞明先生曾经说过，说脊柱打开有一个明显的体象，就是每一节椎体能够前后左右的滚动尤其是腰部这个地方，不仅能转平圈，还能转立圈和回旋圈。这一套方法通过运动以后，可以把我们的骨膜和肌肉的膜中间的缝隙拉大。中间的缝隙是我们内气的一个通道我们叫它拉开拉大以后，我们叫它骨肉分离。骨头和这个骨膜和这个肌肉的这个膜络练得非常通畅，它就不会再死死的捆住我们的每节椎体。德州的扒鸡你吃过吗？我没吃过。没吃过哈，可以有时间去尝试一下。德州的扒鸡它是一种传统的这个手艺把这个鸡通过加工以后，它的骨头和它的肉是处在一种脱离状态。有的时候你拿住这个鸡的爪子一抖搂，这个肉就掉下来。实际上这个脊柱它是人体的大梁，它上面托着我们的脑袋，中间挂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呢又连着我们的四肢它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所在地我们的这一套方法它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锻炼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要开发我们大脑的智慧因为中国的督脉它是入脑的，中国的督脉是从下向上升，行于肌理嘛到头部，它要营养脑神经细胞的。通过我们的这一套方法的锻炼呢，它可以使我们人体的阳气充足，因为督脉为阳脉之海，
阳气充足了，人呢就会气血通畅，身体健康，头脑就会这个智力开发，它能够提高人的记忆力、理解力，提高人的工作效率。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动作，那个很像在中国武术里有一个句话是柔当天，就这个动作，这个有关系吗？跟那个内功的柔当天？你要说是用手揉丹田呢？不是，立面动不用手。我的学生有一个是练密宗瑜伽的啊，密宗也是在这个地方开课的时候他是参加的。他的这个整个肚子呀，可以竖起来，进行一种滚动。可以一种滚动。你可以一会儿可以找着视频你看一看。好。他是练这个密宗瑜伽以后，他的腹部是一种单纯的运动。他看到我们的脊柱这样运动的时候了，他也感觉很震撼。所以说他就来参加我们的学习班。那么我们的这样做事的这样一种运动呢，它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腰椎和你的肌肉软组织都还没有松开的情况下，它是整体的在转动，在运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运动呢，它把腰肌、腰椎都慢慢的给你松开，然后前面的这个肠胃的功能也加强了蠕动，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医带脉就会更加通畅，所以说它也能够起到揉腹的这么一个作用。那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到了骨肉分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的腰椎的这个运动是跟前面的腹部没有多大关系了。你看现在我的腰椎在运动，你就看不出我的这个腹部在运动了。你可以过来摸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一开始锻炼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它没有松开，所以这个腰椎单独的运动做不到的。那你现在呢？你看我的腰椎在运动，但是我前面的腹部是不动的。前面的腹部是静止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中国的内家拳就是达到了彻底松腰的这么一个状态。